杜雨萌默了默后说道：“战一阳，你不喜欢吃辣，喝碗姜汤都像喝砒霜一样，大可不必委屈自己。回去吧，不要再出现在我和我的家人面前。你喜欢的人也从来不是我，他喜欢的是狐狸，哪怕狐狸是他的马甲。”杜雨萌总觉得战一阳爱的人不是他，吃自己的醋，杜雨萌是第一人。按上了车窗，杜雨萌开车离去。战一阳随即跟着回到他的车上，开着车不紧不慢地跟在杜雨萌的车子后方。杜雨萌本来是想约几个姐妹出来逛街的，看到战一阳不死心地跟着他改变了主意，直接回家去。回到杜家大宅，杜雨萌的车驶进了大宅里，战一阳的车子很自然地被挡在了外面。杜太太他们不在家里，否则又有战一阳好受的。战一阳在杜家门口待了好一会儿，一名保安走过来，敲着他的车窗。战一阳以为杜雨萌要请他进去了，连忙按下了车窗。战四少，我们二小姐叫你离开，不用跟着她了。她不想和你有交集，叫你哪里来的哪里去，还说你真正喜欢的人不是他，不要再纠缠他，他会重新找一个男朋友的。劝战四少不必勉强委屈自己。战一阳俊脸沉下来，但他一言不发，按上了车窗。又静坐了半个小时，杜雨萌是真的不出来，也不让他进去，他是又冷又饿又渴呀。战一阳打电话给战印，连续打了几次，战印才接听他的电话。老四又怎么了？战印话里都带着无奈。老四大概是所有弟弟当中追妻最没用的那个了，动不动就来找他，又不是他追妻，找他有什么用？他也没有好的办法交给老四，实际上是战印懒得去管。大哥，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。战印压住怒火，你要找人说说话，打电话给奶奶，能聊到天亮，我没空。在海城怎么样了？是一肚子火气，但战印还是关心地问了句，才过来几天，能怎么样？杜家人都对我意见多多。杜雨萌不承认他就是百变狐狸，说我爱的人不是他，劝我离开，不必勉强委屈自己。战一阳叹口气，颇为抱怨的道，大哥早就猜到的，又不提醒我一下，只是说奶奶不会坑我，我现在就是被奶奶坑了，坑死了。那是你自己笨，想不明白，提醒你，你都没有领会，我若是明着说，奶奶不得揍我。战一阳，奶奶最疼大哥了，不会揍大哥的。谁说的？奶奶也揍过我的。我和你大嫂闹矛盾时，奶奶都是站在你大嫂那边，没少讽刺我，骂我，就差上手揍我了。战印记得他小时候也挨过奶奶的一顿揍，当然了，兄弟几个还是他挨揍的次数少一点。他小的时候就有了大哥的风范，行事沉稳，不像弟弟们像猴子似的，皮得很，没少被爷爷奶奶揍。就是挨了揍，他们还是更喜欢跟在爷爷奶奶身边。行了，说说你和杜小姐的是吧？她不承认她是百变狐狸，你想过原因吗？那只是她的马甲，她真正的身份是杜家的二小姐杜雨萌。她想要的是你爱上杜雨萌，而不是把她看成狐狸。哪怕狐狸也是她，但她却是化了装扮成的狐狸，不是以本来面目。你们以后若是成了，就是夫妻要过一辈子，她不可能一直顶着狐狸的面孔和你过日子。她已经回归家族，不再是跟着她师傅到处闯的萌宝了。别人知道的是杜二小姐，你明白了吗？你没有真正爱上杜雨萌之前，她都不会承认她是狐狸的。战一阳，可是狐狸是他，杜雨萌也是他，有什么区别吗？不都是他？战印没好气的道，你才过去几天就想人家原谅你，重新开始了，做梦吧，好好的接受杜家给你的教训和考验吧。说着，战印就要挂电话，挂电话之前都还警告了老四一句，以后不是天塌了的事都不要打电话给我，我忙得很，没那么多时间管你们的闲事。还有，也别打扰你大嫂，让她好好的养胎，等到你侄儿出生了，我再给你打电话，你到时候可以恭喜你大哥，我当爸爸了。战一阳想说什么，他
他家大哥已经挂了他的电话，真心不想理他。好吧，他也是才来海城没几天，实在不必太着急的。来日方长，他有一辈子的时间和杜雨萌磨着，反正他的女人谁也抢不走。周六，杜雨萌要去机场给那个像什么杨的接机，他跟着去当电灯泡，要化身为不要脸、厚脸皮的战四少才行。被哥哥挂了电话的战义阳又在车上静坐了几分钟，最终开车离去，没有在杜家门口守到天亮，那样没用，反而会让杜雨萌厌恶他。明天他还要在杜氏集团门口吃辣椒，今晚他得多吃点寒性的东西，才能撑得住明天的辣火。杜雨萌是一直没有出来，其实也让人留意着战义阳的动静。知道战义阳离开了，杜雨萌才放下那颗心，真怕那家伙在外面守通宵，冷死他。想了想，杜雨萌还是发语音信息给大姐，说道：大姐，明天买给战义阳吃的辣椒，你别买太辣的，一下子让他吃那么多，真能辣死人的。放心吧，大姐有数，不会让他辣死的。他走了吧？还缠着你吗？从公司跟着我回家，在家门口又守了好一会儿才走的。他大概是又冷又饿又渴吧，咱们这边太冷，他肯定受不了。杜大小姐说道，又没有人叫他这样做，是他自己要做的，管他呢。杜雨萌没有再说什么，他也没有外出，洗了个热水澡，在床上躺了会儿，实在是睡不着，便换上了狐狸的衣服，不过不是战义阳看习惯的那身红衣，然后悄悄地离开了杜家大宅。杜雨萌悄然离开家门后不久，杜太太夫妻俩便回来了，知道女儿今晚没有应酬，早早就回家。杜太太去敲了敲女儿的门，得不到女儿的回答。萌萌估计早睡了，别敲门了，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候。杜先生对妻子说道，提醒老婆大人，已经是深夜，女儿早就睡，别去吵醒女儿。杜太太停止了敲门，说道，就是这2天没有看到萌萌，想和她说说话，她睡了，那就只能等她下次休假了。一家人住在大宅里，但是年轻一辈的都忙着生意上的事儿，平时早出晚归，就是过年假都没有几个真正空闲的，还得去给客户拜年。虽说杜氏集团在海城是数一数二的大集团，但与他们合作的客户也都是实力雄厚的，他们也有对手，多的是人想从杜氏手里截胡的。杜氏当然要维持着和客户们的友好交集，做生意嘛，都是那样，懂的都懂。你想女儿了，去公司不就可以看到她？杜先生和妻子一起往他们的房间走去，他工作那么忙，我去公司找他，占用了他的时间，工作堆积的完成不了，又要他加班。我就是想和他聊聊向阳回国的事，他答应了去接机的。杜太太说道，向阳这孩子我们看着长大的，他能力不错，人品也行，并不比战家那小子差到哪里去。战家门挺好，战义阳也不能说不好，还很优秀呢，可他爱的是萌萌扮成的那个什么狐狸，这里总觉得怪怪的。有什么怪怪的，不都是咱们的女儿？杜先生推开了房门，边进房里开着了灯边说道，咱们可以推波助澜，做点小事情，不要太过分，萌萌还是喜欢那小子的。知道了，向阳是真的不错的，我们2家交情也深，知根知底的。向阳对萌萌只有兄妹情，你看不出来？他们俩若是有情，早就在一起了，还轮得到战义阳？毕竟他们杜家和向家时常来往，2个孩子又早就认识。战义阳和萌萌还是去年才认识的。杜太太默了默后叹着气，也是，他们早相识，若是有男女之情，早就在一起了。先看战义阳的表现吧，咱们闺女这一次不会轻易接受他的感情的，不用担心。杜先生安慰着妻子。杜太太嗯着，那是自然的。杜雨萌不知道父母回来后找他，他去了战义阳入住的酒店。战义阳在海城的一举一动，只要他想知道，都能知道，
毕竟海城是他杜家的势力范围之内。战义阳就是进浴室洗了个澡，出来后便看到了他心心念念的狐狸了。不过狐狸没有再穿着那身红衣，他坐在桌子前，拿着一本书在翻看，那是战义阳买来看的言情，看看里的男主角都是怎么追妻的，类型还是追妻火葬场。战义阳喜，他本想叫声狐狸的，忽地想起了大哥说过的话，到嘴的狐狸转了个圈，说出来时变成了雨萌。杜雨萌头都不抬，笑着，不过是洗澡，又不是喝醉，还能醉了不成？没看清楚我是谁？还是我换一身衣服，你就认不出我是谁了？战义阳走过来，站在桌子的另一边，没有站到他的身旁，怕他会给他来个过肩摔。他不喜欢他靠得太近。到了现在，你还不肯承认你就是杜雨萌吗？我从我奶奶那里得到了答案，杜雨萌就是你，也是萌宝。杜雨萌合上了那本书，抬头看战义阳，他美眸闪烁，嘴角带笑。你确定你奶奶是这样说的？你说我是杜小姐，可有证据？我和她长得很像吗？说话的声音像吗？身形像不像？战义阳默了默后说道，你长得不像她，声音也不像，但身形是有点像的。百变狐狸，你的绰号是这个，说明你很狡猾，是个易容高手。当今世上还能学到这般出神入化的易容本事的人，也就是武帝堂几位老前辈的徒弟。萌宝是银狐老前辈的徒弟，狐狸是你的马甲。我是没有实质的证据，通过我奶奶和我兄嫂的话语，我能确定3个人都是你。雨萌，你承不承认都无所谓了，我不会退缩，也不会放弃的。天气冷，你出门时多穿件外套。战义阳说着扭身走开，去拿来自己的外套，递给杜雨萌，穿我的外套。赶我走？不是赶你走，是怕你会着凉。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是你的自由，我无法赶你，也无法邀请你过来。战义阳温和地问他，要不我请你吃宵夜？你怎么看这种书？杜雨萌换了一个话题，并没有接战义阳的外套。他又不冷，从酒店出去，他便上车，车上有暖气，回到家里也有暖气，压根儿就不冷。战义阳见他不接外套，便将外套放在桌面上，低头看那本言情，俊脸上带上了点窘迫，说道，我是第一次动情，第一次求女孩子的原谅，没有经验，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行，就买几本言情回来看看，从书里学习学习，取经。杜雨萌扑哧的笑，女孩子其实不在乎那些花里胡哨的，只看重真心真诚，你只要拿出了真诚，时间长了，她总会原谅你的。不用这样看着我，我说了，我不是杜小姐，你喜欢杜小姐才追求她，若是将她当成别人，就不要去打扰杜小姐了。战义阳还是静静地看着她，他和杜雨萌的事没有告诉过他，他都知道的那么清楚。就算他有本事查到，也不可能连他和杜雨萌说过的话都知道吧。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他便是杜雨萌。战义阳告诉自己不要再去纠结他是不是杜雨萌，是不是萌宝了。用大哥说的话，奶奶给他挑中的人选绝对是适合他的，他只要去追妻就行，奶奶不会制造一对怨偶的，只要他100%相信奶奶就行。所以不管狐狸怎么说，战义阳都认准了杜雨萌就是他的狐狸，他要追求的人是杜雨萌。打电话给大哥，被大哥一顿说了之后，战义阳慢慢理解了大哥的意思，不管是萌宝还是狐狸，都不是杜雨萌的本来面目，他本来面目就是他看到的杜雨萌，他必须爱上杜雨萌这个身份的他才行。被战义阳这样看着，杜雨萌最终撑不住，他起身问战义阳，我的东西什么时候还给我？赶紧还给我，我们以后一刀两断，不会再有交集。没有，我原先是随身带在身上的，你又不来要，现在我留在我家里了，没有带过来。
这么想和我一刀两断？咱俩好歹也认识了大半年的时间，最初是有点不愉快，后面不是处得挺好的吗？战一阳认为杜雨萌是想以狐狸的身份退出他的生命里头，让他习惯他是杜雨萌这个事实。战一阳，你是不是对挺好理解不透彻？我们每次见面不是针锋相对，就是交手，这也叫相处的挺好。要不是你拿了我的东西不还，我用得着追住你半年？战一阳，我承认一开始是我不对，我不该先毁了你的东西，顺走你贵重的物品，后来你不是拿回去了吗？我也向你道过歉，我的东西你就还给我吧。既然你决定了重新追求杜小姐，要和杜小姐在一起，你就不应该再缠着我，免得杜小姐吃醋，你那样也是脚踏双船。所以我们以后最好不要来往了。就是以狐狸的身份出现，杜雨萌也知道战一阳对自己的心意。以前他不知道自己是战奶奶给战一阳选中的妻子人选，的确是他最先去招惹战一阳的，毁了他一点东西，顺走了他一两样贵重物品。但在战一阳的穷追不舍之下，他已经将东西还给了战一阳。他被毁坏的东西，他也照价赔偿。之后就成了他对战一阳穷追不舍了，因为他以前天天带在身上的重要物件落在了战一阳手里。那是一枚做得很精致的黄金令牌，令牌很小，但很重要，属于武帝堂的东西。没有了那枚小令牌，杜雨萌每次回到武帝堂都不好意思面对兄弟姐妹们。他们虽然没有人说过他什么，他还是觉得不好意思。最重要的就是丢脸，他可是银狐的徒弟之一，在师兄姐妹当中算是身手不错的那个，纵横江湖数年没有失过手，最后竟然栽在战一阳手里。武力值他是凌驾于战一阳之上，结果最重要的东西被战一阳顺走了。他后面才发现追着战一阳要了半年还没有要回来。到后来战一阳看他的眼神灼热，杜雨萌知道他对自己动了心思，他的小令牌就更难要回来了。每次他说会还给他，临要交给他时，他就反悔。他说东西还给他了，他就不会再出现在他的面前。而他一直不知道他的闺名住在哪里，所以他次次反悔，不将小令牌还给他。哪怕他的兄嫂说过叫他要将他的东西归还，他也答应得好好的。临了，依旧是那个反悔的混蛋。狐狸，你就是杜雨萌吧？你觉得我爱的是你狐狸这个马甲，并非爱上真正的你，所以你想以狐狸的身份退出，让我全心全意的去爱真正的你。不管你是杜雨萌还是狐狸，亦或萌宝，不都是你吗？说了，我不是杜小姐。狐狸冷下脸来，战一阳，你就是个混蛋，你没有弄清楚一切，就招惹我，又去招惹杜小姐，你这是脚踏双船，我不会接受你，杜小姐也不会接受你。战一阳黑眸灼灼地锁着他的面容，说道：狐狸，你说你不是杜雨萌，敢不敢卸了你的妆容，撕下你的人皮面具，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？你知道看过我真面目的人是什么下场吗？死！只要看过我真面目的人都死了，战四少想死。我可以成全你，但我不想得罪战家，不乐意与战家为敌，你不要逼我对你下死手。狐狸今晚只贴了一张人皮面具，撕了就会露出他本来的面目。战一阳笑，那是你心虚，不敢让我看到你的真面目，因为你就是杜雨萌，也是萌宝。我相信我奶奶和大哥大嫂，他们不会坑我的。狐狸嗤笑，你真相信你奶奶的话？当初怎么不坚持追求杜小姐，而要中途退出，跑来纠缠我？他哪知道杜雨萌就是狐狸呀，奶奶也没有告诉过他。杜雨萌师承武帝堂的银狐老前辈呀，奶奶只给他一张相片，相片上面写有杜雨萌的身份、年纪以及住址，其他的就没有了，需要他自己去调查，去接近他，慢慢了解他。我也为我不相信奶奶付出了代价，如今要追妻火葬场，但我并没有变心，也不是见异思迁，我只是不知道你一个人分演了3个角色。实际上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你，
没有变过。狐狸颇为无奈的道：都说了，我不是杜小姐，也不是什么萌宝，我就是狐狸。懒得再跟你说。战一阳，我今晚过来找你，就是向你索回我的小令牌。既然你说小令牌在你家里，那我去你家里拿回来。你也好好的想一想，到底想要的是谁？我对你吗？也不完全没有想法，不过我不想太快安定下来。你若是选择了我，放弃了杜小姐，继续追着我跑上几年，说不定我会给你一个机会。若是觉得几年时间太长了，你也可以放弃我，选择杜小姐，但你只能2选1，不要把我和她混成一谈，我和她是2个人。杜雨萌觉得自己真实的身份和狐狸这个马甲行事作风完全不一样，是可以将她看成2个人的。战一阳当初追求她时没有爱上她，却对狐狸这个马甲的他动了心，说明他是喜欢他狐狸这个马甲的行事风格。我走了。狐狸越过了战一阳，往房间外面走去。狐狸，你的小令牌放在悠悠山庄我的房里，你一个人闯不进悠悠山庄，去找我二哥，让他拿给你。战一阳叫住了狐狸，对他说了这样的话，算是与他这个狐狸马甲做一个了断。狐狸扭头看他，良久，狐狸说道：谢谢你肯把我的东西还给我。这是他与狐狸做了一个了断。战一阳意识深深地看着他，说道：以后不要总是深更半夜的出门，要休息好，免得白天上班没有精神，要喝好几杯咖啡提神。狐狸笑了笑，我就喜欢深更半夜出门，习惯。战一阳，再见。他向战一阳挥了挥手，在战一阳的注视下，拉开了房门，很快便消失在战一阳的视线内。知道他的东西在悠悠山庄，狐狸反而不着急去拿回他的东西了，因为战一阳还留在海城，他要是去了管城，他去杜氏集团找不到他，就会将他和狐狸联想到一起。本来他就怀疑他们是同一个人了，反正在悠悠山庄很安全，他也不担心他的东西不见。战一阳会将他的东西藏在悠悠山庄，既安全也是让他无法去拿回来。悠悠山庄可不是战一阳的私人别墅，那里面有战奶奶坐镇，老太太的儿子儿媳妇们也都在。狐狸身手再好，跟着素姐学过飞檐走壁的本事，也不想去招惹老太太。被战奶奶抓到，杜雨萌觉得好丢脸。战一阳拿着手机走回到床前坐下，然后半躺着玩手机，其实是想发信息给大哥，但看时间已是0时。兄嫂早已休息，他打了很多字，最终没有发出去，怕发了信息吵醒了兄嫂，大哥会把他骂个狗血淋头。最后战一阳发信息给战远，他问战远睡了吗？战远好一会儿才回复他，发的是语音信息过来。四哥，这么晚了你还没有睡？我都睡醒了一觉，大小姐很早就会出门，我要早起给她准备早餐。晚上是很早休息的，没有其他事情，战远的确是早早就休息。白天要为了他未婚妻的1日3餐忙碌，晚上要是休息不好，白天没有精神做饭，做出来的饭菜就会有失水准。他未婚妻嘴巴厉害，他若是做菜失了水准，他异常便知，1次2次他会包容，次数多了，他估计要卷铺走人。战远连向欧阳丫表白都没有，哪能就这样卷铺走人？所以他很注意身体作息规律。你都睡醒一觉了，四哥刚洗完澡，还没有休息呢。战远笑道：四哥现在只管给我追四嫂就行，其他事情都有其他兄弟帮你接手，你熬夜没事，白天可以补眠。四哥比我幸福多了，我事事都要亲力亲为。战一阳，四哥被奶奶坑死了，你还说四哥幸福？奶奶肯定是看我不顺眼，那么多兄弟，奶奶都不坑，唯独坑我。战一阳说得可怜兮兮的。老六，四哥心里乱，想找个人说说话。大哥忙，这个点他也休息了，我不敢打给大哥，只能找你聊聊了。四哥，我其实也很忙的，不过四哥心里烦闷的话，
可以向我倾诉倾诉，我能帮你的就帮，帮不了的，有个人听听你发牢骚，你心里也好过点。战远不承认自己是八卦，想听四哥的心事。战一阳问他，方便打电话吗？方便呀，我自己住一间宿舍的，宿舍很大，住着很舒服，每个月工资准时到账，吃得好，住得好，我做菜的本事还能更上一层楼。战一阳，你就只顾着做菜了，去了那边也有好几个月了吧？过年都没有回来，就知道做菜。我本就是奔着做菜来的。战一阳一噎，的确，老六是听说欧阳雅嘴巴特别挑剔，觉得很有挑战性，奶奶都还没有催他，他就自己屁颠屁颠的跑到了 X 省的 A 市去了。偶尔他听兄嫂们提及到老六，都说老六天天忙着钻研菜谱，忙着做菜，原地踏步呢。而 X 省 H 市的龙家代理家主已经瞄准了欧阳家的2位当家小姐，就这样，老六都是不慌不忙的，依旧天天挖空心思给他未婚妻做菜。战远主动打电话过来，在战一阳接听后，他说道：四哥，你跟我说说，你心里怎么乱了？战一阳沉默了一下，才将自己心乱的原因告诉老六。听完四哥的诉说后，战远笑道：到了现在，四哥还在纠结啊，活该你被奶奶坑。四哥那是谨慎，毕竟是一辈子的大事。战一阳的脸都红了，还好是打电话，老六看不到他红了脸。但四哥已经做出了选择，不是吗？既然做出了选择，就坚定地走下去，不用怀疑自己的决定。当然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也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到底。战一阳不说话了，良久，他关心地问了句：老六，你在欧阳家没有受委屈吧？没有，欧阳家上上下下的人对我都很好，他们喜欢吃我做的菜，就是我炒到青菜，他们也夸我炒得很好吃，2位小少爷最喜欢我了，只要我有时间，他们就缠着我，让我陪他们玩，教他们拳脚功夫，或者出去逛街。小孩子的精力就是旺盛，有时候我陪他们出去玩上一会儿回来都累得慌，他们还蹦蹦跳跳的看着他们无忧无虑的样子，就想起咱们小时候的事。战一阳有点好笑的道：感情你在那边不是做菜就是带娃，追妻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我是温水煮青蛙，追妻先养熟他的胃。战远不觉得自己没有前进，只是他步伐小慢悠着来。欧阳雅姐妹俩爱拿他来开玩笑，他却知道姐妹俩对他都没有真正动情。像欧阳雅这样的女孩子，他若不爱她，他是很难追得到手的。战远便不着急，先养熟欧阳雅的胃，让她这辈子只喜欢吃他做的饭菜，他又对她关怀备至，体贴入微的，时间长了就不信他不动心。H 市龙家代理家主是肖想欧阳雅姐妹俩，有他在，他不会让那种老色狼动欧阳雅一根手指头的。欧阳雅姐妹俩也有自保的能力，他帮着欧阳雅保护好他的幼弟，博得他姐弟俩的信任就行。当然了，姓龙的那个真敢算计欧阳雅，他也不会轻饶了那个老色狼。大哥告诉他，姓龙的老色狼想吞掉欧阳家的产业，变成老色狼的私人产业，因为龙氏家族，他没有真正的继承权，没有家主印象、令牌以及图腾吗？四哥，我也没有什好建议给你，就像大哥说的那样，咱们相信奶奶就是，你只要按照奶奶说的去做，想来不会吃亏的。我们已经过了被奶奶整治到吃亏的年纪，小时候他们就会经常吃亏，是被爷爷奶奶整治所致。爷爷奶奶告诉他们，他们能力不够，想法安排什么的做得不够周全，就容易吃亏。四哥，我再睡几个小时就起来晨运，然后给大小姐准备早餐。行，你睡吧，别太累。我不累，乐在其中。战一阳笑，只要让你做菜，天塌下来你都无所谓。他都有点羡慕老六，干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还能和未婚妻培养感情。
兄弟俩结束了聊天后，战一阳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半晌，便将手机放在床头柜台上，关掉了房里的灯，梦周公去。明天还有新的挑战等着他呢。一夜再无话。隔天清晨，远在 X 省 A 市的战远先在院子里晨跑。欧阳雅姐弟俩是这个家最早要出门的人，不过现在还早，欧阳雅也会起来晨运。欧阳俊嘛，睡到他大姐去叫他，才会磨磨蹭蹭的起床。小孩子都是这样，要上学时就不肯起床。周末放假在家，天没亮就爬起来了。战远一般就是在欧阳家的院子里跑2圈，运动量就够的了。他穿着冬天的运动服，独自一个人绕着院子跑步。偶尔会遇到同在欧阳家上班的其他人，大家打过招呼后，都会问战远一句：天气这么大，战远，你还能坚持天天晨跑，不怕冷吗？不是说你们南方人受不了冷吗？他们瞧着战远比他们这些习惯了寒冷的人更受得了寒冷。战远说跑步时不会觉得冷的。今天战远也遇到了几个同事，老样子，大家互相打过招呼后，战远继续跑步。欧阳家的工人都是清晨6点上班，晚上10点下班，有些职位是有2班倒的。这个点已经到了他们上班的时间。早餐简单点，不用做那么多，战远能很快搞掂，所以他往往是晨跑回去后才会去给欧阳雅姐弟俩准备早餐。其他人起来得晚，战远反而不用着急，况且其他人的每天3餐他可以做也可以不用，因为他是欧阳雅的私厨，家里还有其他厨师的，战远不动手，自有其他厨师接手。战远是为了得到欧阳家上下的认可，博得他们的好感，只要他们想吃他做的饭菜，哪怕欧阳雅不在家用餐，他也会满足其他人的胃口。听到后面传来了细微的跑步声，战远停下来，扭头看，没有半点意外，是欧阳雅。进入欧阳家当私厨也有好几个月了，战六少早就摸清楚了欧阳雅的生活作息，这就是他坚持天天晨跑的主要原因。他能和欧阳雅独处的时间很少，因为他很忙，早出晚归的，吃饭的时候才能看到他，但他吃饭的时间也不长，用过餐后他要抓紧时间略作休息，战远就不好打扰他休息，故而能够独处并聊聊天的时间便是早上晨跑之时。好在在管城时他就习惯了晨跑的。大小姐早安。等欧阳雅进前了，战远笑着打招呼。欧阳雅跑了一段路，略有点累，见到战远便停了下来，边走向他边笑着回应早。知道战远原来是管城第一豪门战家的六少爷后，本来对他就挺有好感的欧阳雅对他态度更好了一点，只要不是做饭的时间，他都把战远当成一个朋友来看待。欧阳雅特别欣赏战远为了厨艺更上一层楼，放下战家六少爷的身份，千里迢迢过来，过5关斩6将，成为他的私厨。他这份认真、好学、上进的精神得到欧阳雅的夸赞、欣赏、认可。等欧阳雅进前了，战远和欧阳雅并排着往前走，边走边聊着天。战远关心地问欧阳雅，开年后公司很忙吧？昨晚大小姐深夜才回来的。欧阳雅说道，什么时候都很忙，过了年重新开工就更忙了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们这种当家人1分钟恨不得当成10分钟来用。我什么时候回来你知道？欧阳雅偏头看了战远2眼。我听说你每天晚上都很早就睡的了，你这样的作息很规律，不错，继续坚持。在现在满是电子产品的年代，多少人躺在床上了，都还要拿着手机玩上一会儿才睡。他觉得战远是个很有原则的人。战远笑了笑，说道，我的生活作息是很规律，要养生吗？你才多少岁就要养生了？咱们好像是同龄人吧？欧阳雅记得他们俩是同龄人的，战远月份比他大，算是比他大一点了，是同龄人。养生习惯从年轻养成，不要以为咱们还年轻就可以熬夜，现在很多疾病都年轻化，
就是年轻人仗着年轻，不顾及身体，各种熬夜透支身体，身体差了，病就找上门来。欧阳雅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大小姐其实不用起来的太早，你清晨7点半起来就可以了，那样睡眠时间多一点，或者你晚上11点之前到家，尽量在12点前休息。你们女孩子特别不要长期熬夜，要费很多护肤品来保养你们的皮肤。欧阳雅默了默后说道，我也想，只是从接管家族事业开始，几年下来都是这样的生活作息，很难调整，也没有那么宽松的时间给我调整。休息的时间多了，堆积的工作也会跟着变多。现在下面的那些堂妹们陆陆续续，可以帮着分担一点生意上的事。我周末还能休息休息，以前呀，我周末都不能休息，大年初一还在忙呢。深吸几口气后，欧阳雅说道，等到所有妹妹都能帮忙了，阿俊也长大了点儿，我就能轻松很多。就像你大哥一样，你大哥现在应该比以前轻松多了吧？战远有兄弟9个，他排第6，不是长子长孙，上面的几个哥哥都很优秀，他不用接管家族事业，可以在哥哥们的庇护下做他喜欢做的事，他无疑是幸福的。